好了，大家，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华为刚刚发布他们全新的三折叠华为 Mate X-T-S 非凡大师。然后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紫色版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好看吗？这次这个颜色呢，整体饱和度是要比较高一些的，对不对？然后这次呢，华为在外观上其实做了一些小处理，比如说它的这个金色边框。这次华为特意表示呢，它是采用了一个饱和度偏低的金色，类似于沙金色，从而去降低这个金色的浓度，让这个金色呢更讨年轻人的喜欢。它的后盖材质上，这次呢虽然说依然是素皮啊，但是华为采用的是一个全新的0.2毫米的压纹，对不对？有点像当年的那个保时捷的设计。两侧是向中间这样倾斜，然后这个镜头的边框也有这种纹理的处理啊，整体来说我觉得很好看。这次紫色还是白色这两个配色选择，我目前还是比较犹豫纠结的。好吧，然后我现在手里这款呢，也是这一次的一个新配色啊，白色啊，其实有一点点像象牙白这种配色，对不对？它是在白色之中呢，会有一点点发灰的这种效果。然后同样是采用了一个浅金色的边框，然后也同样采用了这样一个金色的镜头外圈。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三折叠的一个效果哦，白色的壁纸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现在这里这款呢，就是这一次和上一次相同的黑色版本啊，其实也是一个黑金配色。大家能够看到，确实这次金色变得更浅了，也是后面加入的这种压纹处理，能看到吧？另外呢，现场没有展示机啊，这个其实还有一款配色呢，是这个红色。红色呢跟去年那个红色基本保持相同啊，只不过是边框的金色变得更浅了一些。这一次其实华为还有一个小小的更新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凡大师的 logo 终于诞生了。它这个 logo 呢，刚才工作人员给我讲了一下，它其实就是上下是2个 U， 左右是2个 D， 就是 Ultimate Design 的首字母，既有一点像一朵花，同时和华为现在手机的这个后边镜头设计也有一点点像，对不对？哦，我觉得华为设计标志还是很有一套的。这个标志，我觉得即使放在某一个车的品牌上也很好看。然后呢，我现在给它打开，这是1折、2折，然后3折叠。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折痕，我自己现场上手来看啊，我觉得3折叠，因为它毕竟要考虑到它的折叠形态，所以说它的折痕控制呢，其实是要比华为的双折叠或者说传统的那种大折小折是要弱一点点的，就是它的存在感呢会更强一点。但毕竟它是打开之后是一个大平板，对不对？跟那种小方平板还并不是一个产品类别。然后呢，我先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 Mate X-T-S 它在硬件上的一些变化。首先说没变的，它的电池依然是一个5600毫安时的电池。然后这一次有一个改变呢，就是时隔多年啊，华为终于在它的关于本机中重新显示了它的处理器型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这款呢，它搭载的是一个麒麟9020的芯片。然后在拍照方面呢，之前一直在华为 Mate 系列上广受好评的红枫镜头，这一次也来到了 Mate 3折叠上。大家看到这一颗就是红枫镜头。另外呢，这一次主镜头没有变，这次超广角从1200万像素升级到了4000万像素，同时呢，采用了2800B 的传感器，然后呢，有一颗潜望式变焦，依然是3颗镜头这样一个组合。另外，之前的 Pure 系列上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调色个性色卡，看到了吗？也出现在了 Mate X-T-S 3折叠上啊！现在你可以更加自由的去自定义你的调色风格。好了，我现在的面前呢是这次华为针对于Mate X-T-S 发布的全新的一个小小配件。这个小小配件呢，它是利用华为的星闪技术，然后呢，类似于一个折叠键盘夹。比如说我现在就使用正常的键盘来进行输入，大家能看到吧？就随着我来敲字，它上边就开始输入文字了。这个键盘的位置呢，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习惯一下的。这个键盘特别好玩的一点是，华为这一次在这个区域啊，它做了一个触控这样一个操作，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通过移动我的手指，能看到吗？这里就有一个鼠标，然后除了这种单指进行操作，它还支持双指。比如说，我现在在一张照片当中，我给大家点开这照片啊，我这时候双指来进行放大。能看到吗？双指来进行左右滑动，能看到吗？它就来进行左右滑动，不只支持双指啊，还支持3指。如果我在这个应用界面中呢，3指向上滑，看到了吗？它就变成退出应用了。我如果3指向上滑，然后停住，它说松手进入全景多窗哦。然后它就进入了一个全景多窗。我刚才问了一下，这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它是类似于把这个屏幕啊，扩展了一下，对不对？就是把一个3折叠的一个屏幕，然后扩展成了这边又有一个3折叠。然后我如果上滑，就退出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日常使用这个3折叠，
然后入市场你有一些 PC 电脑办公的需求，其实完全就可以买一个这个配件，对不对？日常比如说到机场的休息室拿出来，这就是一个电脑，就是一个 PC 了。另外呢，这一次相比于上一代 Mate XT 呢，还有一个升级点，就是它支持手写笔了。而且华为这次在这个手写笔上没少动小心思，我给大家快速的展示几个小功能啊。首先呢，这根手写笔它分成2种模式，一种叫做空署模式，一种呢叫做手写模式。手写模式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对不对？就是我可以把这个笔呢当成一个手指来进行触控，备忘录也来进行写画画。这次在手写模式当中呢，华为加入了一个全局批注的功能。假设大家这是一个文档，就是你日常处理的一个工作性文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按这个键，大家注意，按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一键摘录，然后全局批注。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全局批注啊。当我点击它，选择一个红线，然后给它画住，然后在这儿给它画住，然后在这个位置呢，这次加入了一个语音批注，比如说在这里，然后我现在选择一个位置啊，选在这儿。我觉得它这个位置说的并不是特别准确，需要改一下。我刚才说的语音就以批注的形式出现在了这个文档当中，然后在这里呢，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批注保存成图片或者保存成 PDF。比如说我现在保存成一张 PDF 了，通过手写，然后对任何一个网页啊，我这是对今日头条进行的批注，然后通过语音来进行的批注，都以 PDF 的形式呈现在这里了。除了书写模式之外呢，这一次还加入了一个空署模式，大家可以看一下，空署模式呢，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折叠屏啊变成了类似于一个 PPT 展示。开启方式很有趣，就是后边这个笔帽拔开，然后再推进去，这个时候屏幕上就会闪现出一个空署模式。在空署模式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按住这个按钮，看到了吗？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光标，这个光标呢就像是一个空中的鼠标一样。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选中备忘录，然后点确定，看到了吗？这就进入了，然后我也可以进入返回双击。然后这个时候双击这个按钮就是返回退出。这个空署模式还有很多玩法啊，这个等到我拿到评测机之后再详细给大家演示。这一次呢，关于这款手机，其实核心升级就是软件的适配。因为对于3折叠来说，如果你的软件平板不能有一个很好的适配，那么这个只能看视频，对不对？这一次呢，华为给诸多软件或者说诸多目标用户的使用软件进行了适配。我在这里呢快速展示几个给大家看一下，金融类看股票的软件。能看出这个效果吗？华为对这些软件啊都进行了3折的优化。你看，这是双折，双折呢是左右2个屏幕，然后如果我打开变成3折的话，这个的信息变大了，对不对？然后整个信息这边出现了一个侧栏，比如说像头条，你看现在也进行了左右双屏的这样一个配合。比如说 B 站啊，这个之前是在安卓不支持横屏观看的，但是现在在横屏状态下也进行了适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排最多显示4个，一列最多显示2个多一点。然后我们可以这样上下来进行滑动。然后比如说我们来进行点开一个看视频，左边是视频播放，右边呢是专辑列表或者说评论区啊。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对屏幕最合理的空间化利用。然后这一次啊，这款软件上，我现在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金融领域有一个这个大家看一下，叫做万德金融终端。这个应用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然后刚才华为他们人告诉我说，这个应用1年的软件会员费，大家猜是多少钱？10万。就说咱们普通人可能用什么同花顺啊，用什么东方财富大智慧啊，这个是基金经理他们用的这么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以往在手机上只能用来扫码登录这一个功能。然后这一次华为也是专门打通了这样一个金融理财的应用。如果你对这个应用有需求，那么现在在这款 Mate XT-S 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操作交互了啊！当然，我现在也没有这个账号啊，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界面是什么样子的。好了，大家，我找现场的华为同学借了一台，现在这个手机里是可以打开那个万德金融的，我给大家看一下。10万块钱订阅费的软件里边长什么样子啊？当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左侧这个是涨跌分布啊，中间这个是规模风向标，右边是模块力量。大家买基金买理财，对不对？你的那些钱现在就掌握在这个手机当中。然后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是一个新股中心，里边呢会介绍一些新的股票。这里有一个
财经资讯，大概是以时间线的形式来展示今天发生的各种财经信息。然后这里有一个首页，首页下边呢有各种的不同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债券啊、商品啊、外汇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一款软件，它的价格已经可以买5台这个手机了。另外，这次在软件上还有一个适配呢，就是华为这次带来了一个更兼容 PC 的一个形态。在这里有一个自由多窗，我给大家放大一个特写，能看到吗？这里有个自由多窗。如果我打开这个应用之后，我现在呢，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WPS。你会看到 WPS 它就会像一个窗口一样去出现在这个桌面上了，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了2个窗口，我可以自由的来进行拖动，你就可以一边左边在比如说浏览啊文档啊，或者说浏览文件啊，然后右边再进行你的文字创作。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滑动这个窗口，滑动到下边这个底边来的时候，底边的 dock 栏它会有一个自动的避让，能看到吧？然后我现在手上这个呢，是这一次华为给 Mate X-T-S 推出的手机保护壳，我也快速给大家戴上看一下。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应该是支架，对不对啊？这有个弹簧，这有一个支架，然后我们可以打开。我现在随便给大家戴上一款，让大家看看效果。然后左边先给它，它上下是有卡槽卡住的。这次 Mate X-T-S 还是很薄，最薄的时候只有3.6毫米。这面先给它合上，然后这面给它合上，这面应该在外边，这样，对吧？它有一个磁吸，然后通过磁吸来激活Mate X-T-S 那个息屏显示，实现了一个全包围。我看看是不是一个全包围效果，基本上是一个全包围效果。给大家看一下，戴上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来电话或者是来短信，它会在这里优先显示。我印象当中啊，之前华为的手机壳是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触控，比如滑一下就接听电话。但我现在不确定这个功能是否还得到保留，这个我拿到手机之后再给大家详细测试一下。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快速给大家上手一下华为全新的3折叠 Mate X ST 啊。这款手机我会拿到屏幕机之后好好体验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软件上的升级真的很多。就这款外观的变化不大，对不对？虽然硬件变化不用特别大，但是它软件上真的好像把这款一个折叠手机从手机到小平板，现在往 PC 的这个方向在发展。这个位置我很期待啊，大家等我的视频。